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菊讲故事。婚礼上给婆婆敬茶时，她趁机给我立规矩：既然嫁到我们家，就要听话，这叫出嫁从夫，是咱们中华传统美德。还有，以后就不要随意抛头露面了，在家伺候公婆和老公吧，女人就该遵守女德。你要是能做到，我就喝了这杯媳妇茶，要不然你哪来的回哪去？我立刻收回手里的茶杯，慢悠悠地自己品着。这茶挺贵的，脑子有屎的人不配喝。孙桂芬的脸肉眼可见地变成猪肝色，刚刚还一脸傲娇的表情凝固在脸上，周围的亲戚也开始小声议论：江宇怎么跟妈说话呢？赶紧道歉！丁佩然一边怒斥着我，一边用胳膊肘顶我。我心中冷笑：道歉？道什么歉？我做错什么了？这都什么年代了，不裹小脚，开始裹小脑了。见我不出声，孙桂芬显然是下不来台，清了清嗓子：不是我们要求严格，是只有这样才能配得上我儿子。我儿子那可是985研究生，想嫁给他的姑娘多了去了。也就是我儿子喜欢你，不然你以为我们会同意？孙桂芬提起他儿子，自豪的眉飞色舞，给人的感觉他儿子就是镶金边了，比钞票都惹人喜欢。听着孙桂芬的话，我慢悠悠地将茶杯放在桌上，环顾了一下四周。整个婚礼现场没有一个娘家人，就连我爸妈都没在。这都是因为丁佩然听了婆婆的话，将原定在2个月后的婚礼提前在了今天。什么都没来得及准备，就连我爸妈还都在国外旅游赶不回来。我的婚礼现场说好的鲜花台柱从8个变成4个，这花也从纯鲜花变成塑料仿真花。主舞台的背景也从 LED 大屏幕变成了艳俗的粉色布幔，就连原定的4星级酒店也变成了小酒楼。宝贝，我爷爷身体不好，眼瞅着一天不如一天，我怕他万一……当丁佩然话说一半，用眼神纠结地看着我时，我心软了。而且我本来对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倒也没有那么在意，想着让老人开心，何乐而不为？可是我的退让变成他们一次一次的服从性试探，今天就是验收成果的时候。只要我答应了这一切，他们家这个深坑，我算是扎扎实实的跳进去了。看着婆婆甩给我的一本装订版丁家家训，悬着的心在这一刻终于死了。道歉有什么用？这婚我不结了。说完，我扯下头纱，甩在丁佩然的脸上，提着婚纱裙摆转身就往外走。周围一片哗然。丁佩然本想追我，但被他妈拦住，让他走，我就不信了。今儿个我儿子这婚礼还办不成了。打电话给小刘，让他来。来，大家伙喝酒，喝酒。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轻哼，看来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在我自己身上上演了。今天这婚礼照常，只是这新娘不是我。呵呵，他还好意思提小刘，见人配狗，天长地久。我和丁佩然谈恋爱的第1年，不知道从哪冒出了一个刘慧慧，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小三。我以为自己被3了，差点跟丁佩然分手。后来是丁佩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我面前解释，还当着我的面跟刘慧慧彻底划清界限，这件事才算结束。仔细询问下才知道，刘慧慧和丁佩然是大学同学，两人在大2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年年放假甚至过年，这刘慧慧都上赶着跟丁佩然回家。孙桂芬死活看不上刘慧慧，私下里算了2人的八字，说是命中不合。还没等孙桂芬拆散这2人，丁佩然接了一个实习工作，
要到外地3个月，期间不方便回来。也就是这3个月，刘慧慧耐不住寂寞，跟别人好了。备受打击的丁佩然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我认识丁佩然的时候，恰逢丁佩然最努力上进的时候。都说男人认真工作起来最帅，这话一点没错。我还特别给丁佩然加了一层滤镜，这让当时普普通通的丁佩然在我面前闪闪发光。我就看上了丁佩然那股子执着，可能这也是我身上没有的。所以，当丁佩然在跟我对接工作中，误以为我是小助理时，我也没过多解释，毕竟比他小3岁的我，已经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而他也只不过是工作不满2年的职场新人，为了不让他感觉没面子，也不想让他尴尬，对此我也没做过多解释。直到项目合作结束，我也没跟他直说，因为此时我和丁佩然已经处于暧昧期，我对他的好感让我处处小心维护着他的自尊心。江宇，你至于吗？这个丁佩然就是个普信男啊，你清醒清醒吧。闺蜜在第一次见过丁佩然之后，苦口婆心地劝说我，我却笑了笑，想着丁佩然985研究生毕业，长得也帅气，有点自信没毛病，我也只不过是撞大运跟对了领导。再给丁佩然几年的时间，他肯定比我厉害。等到项目结束，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商业往来之后，我果断接受了丁佩然的表白。在一起的第1个月，丁佩然就说：“宝宝，你能不能离你的闺蜜远点啊？我怕她把你带坏了。”哈哈哈，放心吧，我很有原则的。丁佩然之所以说这话，是因为我闺蜜一直接受着国外教育，性格和见解都比较西化。但我知道闺蜜是什么样的人，也了解丁佩然的为人，想着他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都不会伤害我。现在看来，这场恋爱让我眼瞎耳聋。离开婚礼现场，我拿好自己的东西，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转头看了一眼我狼狈的样子，有些同情。姑娘，给你纸巾，去哪？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弄花了我精致的妆容，我也顾不上擦，说出了我公寓的地址。这间公寓丁佩然不知道，是我攒了几年的奖金付首付买给自己的避风港。这一路上，回想着跟丁佩然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才知道我有多傻。丁佩然是家中独子，也是孙桂芬在30岁那年生下的儿子。在他们那个年代，30岁生孩子那算晚的。这也让丁家对这个独苗苗宠爱有加，特别是丁佩然还是个学习的好苗子，孙桂芬逢人3句不离自己儿子。我儿子就是我的骄傲，将来我儿子可有大出息。一看你儿子就是当官的料，当官哪有从商赚钱多？我看老丁这儿子，将来没准能赚大钱。在邻里街坊的吹捧声中，孙桂芬这嘴都咧到后脑勺了，可把她美坏了。还记得跟丁佩然第一次见家长时，孙桂芬就从头到脚地打量我，最后视线落在我手里大包小包的礼物上。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孙桂芬说着，就从我手中抢走这些礼物，拿到餐桌上，挨个拆开。看着孙桂芬一样一样打开那些礼物，我尴尬地坐在沙发上。丁佩然看出我的尴尬，贴在我身边小声说：“放心啦，我妈她性格很好，很好相处，一会儿你就好好夸夸她就行。”有了丁佩然的解释，我也没再多想。吃饭时，孙桂芬不断问我问题，从我的家庭到学历，乃至现在的工作和收入。自然，在工作和收入上，我没有如实相告，更没告诉他们我的工资是丁佩然的5倍之多，这还不算年底分红。学历没我儿子高，只是普通本科毕业，
这工资也没我儿子高，不过这都不算问题。孙桂芬笑着，还时不时小声嘀咕着什么。吃完饭，还贴心地给我们洗了水果吃。自从工作以来，我与人接触不少，可孙桂芬这个态度，我是真没看透她对我是满意还是不满意。离开丁家，我怯生生地询问丁佩然：“你说，你爸妈对我还满意吗？”“傻瓜，当然满意了。再说，就算不满意，只要我喜欢，他们也不会说个不字。”可能爱屋及乌，我对丁佩然带着所有美好的滤镜，导致在当时我对孙桂芬的行为也并不觉得过分。现在想想，我就应该在去他家当天直接摔门离开。到了，在出租车司机的提醒下，我才从回忆中闪回，十分抱歉地付了钱，因为我穿着婚纱，脸上哭花了妆。短短5分钟路程，我感觉被无数人注目。打开门，我迅速将身上的婚纱换下，冲进浴室，狠狠地哭了一场。我哭我自己，蠢到现在才醒悟。一切都收拾完毕之后，我顶着红肿的眼睛窝在沙发上。电话铃声适时响起，是老方，我的合作拍档，也是我们公司的副总。江宇啊，知道你休假，不过有个赚钱的事，你参与不？我办婚礼并没有告诉同事，更没跟老方说。参嗨嗨可，哭得有些沙哑的嗓子，突然一说话，差点没呛死我。你咋了？病了？要紧不？老方紧张得不得了。我没事儿，赚钱的事我肯定参与啊。那行，晚上5点，老地方见。挂断电话，看了眼时间，还不到2点。也许是爆哭消耗了我太多体力，此时我只想睡觉。一连定了2个闹钟，就昏睡过去。不是吧？现在休假见面都要全副武装了。老方见我，忍不住调侃。我也真是服了我自己了，爆哭后直接睡觉，再次醒来时，这眼睛当场肿成一条缝。不得已，我戴了一副墨镜，为了搭配，我还戴了个帽子。也难怪老方会一脸震惊。没，我这眼睛不舒服。我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老方也不是那种八卦的人，看到我红肿的眼睛，也就没再多问，直接就聊起新项目的事，听得我两眼放光。有钱不赚是傻子，丁佩然已经成为我的过去，老娘从此开始新篇章。接下来的日子，我、老方还有整个项目小组忙得不可开交。虽然老方是公司副总，但他更喜欢做些幕后的事，理所当然我再次成为项目的负责人。就在我以为我已经忘了丁佩然的时候，他又突然出现，还带着刘慧慧。我跟老方从公司出来，准备去见客户，在停车场遇见了刘慧慧和丁佩然。丁佩然见到我，一开始有些意外，但看到我身边的老方时，立马又变了一副嘴脸。呵呵，我说怎么这么绝情？感情这是有新目标了啊！我妈说的果然没错，贪慕虚荣的拜金女。丁佩然一改之前的嘴脸，一脸不屑地看着我。因为这次见的客户十分重要，我特意穿了一身高定。这就是你前女友啊？人家这是傍上大款了，她这身可不便宜。刘慧慧说话间还不忘记了挤自己的事业线。老方对我和丁佩然早有耳闻，只是两人从未见过面。我懒得跟这对狗男女废话，拉着老方就走。丁佩然可不放过这个机会，一个劲地往我身上泼脏水。有些人啊，就不能只看外表，小心被骗。丁佩然还不要脸地走到老方面前，以过来人的姿态拍了拍老方的肩膀。这还不算，在经过我们的时候，故意搂住刘慧慧。老婆，你说你干爸就是这儿的副总，
姓方是吧？”这话明显是丁佩然故意说给我们听的，可我听完却瞪大眼睛盯着我身边的老方。干爸，副总，老方，信息量还真大。很明显，老方也十分诧异，可他们两人已经快步离开。车上，我实在没忍住好奇：“老方，那是你干闺女？你可别跟我开国际玩笑了，要是我干闺女看见我能不认识我？再说，我才多大啊，就收干闺女？”听老方这么一说，我实在没忍住，哈哈哈哈哈大笑起来。这老方今年不过36岁，属于少年老成，早年间奋斗熬夜，被摧残的整个人很是显老，再加上天然的少白头，反正看上去不像是36岁的。也对，要是刘慧慧真是老方的干闺女，她又怎么会不认识老方？我全当这是丁佩然在我面前为了寻找优越感故意这么说的，也就当了个笑话一听。可似乎这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闲暇时，我翻看朋友圈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人跟刘慧慧长得很像，没忍住点进主页翻看起来。1分钟后，我可以很确定这人就是刘慧慧，但这个刘慧慧绝对不是丁佩然身边的那个刘慧慧，因为这人发的朋友圈里都晒着豪车、奢侈品，还有从没露过脸的老方。回想起丁佩然之前的话，难道丁佩然默认刘慧慧跟自己结婚后，还和干爹老方秀着恩爱？丁佩然现在都这么开明了。由于这件事还是牵扯到老方，毕竟那朋友圈里有不少老方家和车内的照片。我找到老方，把刘慧慧的朋友圈给他看，老方自己都一头雾水。可就在看到一张手放在方向盘的照片时，老方拍了一下桌子：“擦，这谁啊？这手肯定不是我的手。”确实，照片中的手短粗胖，老方这人虽然显老，但这手绝对好看。谁能开你车，还能出入你家，这应该能知道吧？我提醒着。老方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想到了什么一样，凑近我，压低声音：“你知道陈彪吗？”老方说的陈彪，原本是公司的行政车队的一个普通司机，几年前在一次意外中舍身保住老方和大老板，自己伤到了命根子，这一辈子想要孩子那是别想了。从那之后，陈彪就升任经理，平时负责车队管理事宜，本人也只为老方和大老板开车。大老板远在外地，老方经常出差，陈彪几乎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做。偶尔，老方出差时会拜托陈彪到家里喂喂鱼、浇浇花。可就这么点权利，陈彪就敢打着老方的名义任干女儿。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陈彪这人穷怕了。老方说的轻松，但在我看来，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在刘慧慧的朋友圈里，陈彪是3天2头带着她去高消费，今天一个包，明天又是5星级酒店。这刘慧慧如今应该是丁佩然的老婆。两人婚后，刘慧慧应该3从4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夫教子才对。这又怎么会？要不说这人要是对某件事有了怀疑，那第六感和各种感觉都会被调动起来。当初我也只是拉黑了丁佩然，为了能近距离吃瓜，我悄悄又把丁佩然解除拉黑。丁佩然的朋友圈赫然一副结婚之后家有贤妻的样子，妻子对自己百依百顺。每天晚上下班，刘慧慧都拿着拖鞋等候在门口，丁佩然进屋就吃饭，2口人4菜1汤，时不时还炫耀一下刘慧慧给自己购买的礼物。那大牌钱包、腰带，看上去就是一眼假。丁佩然这人对品牌认识不了几个。
当初我送他礼物时也都低调得很，也难怪了。刘慧慧如今背靠大山，丁佩然改变了一点也不是没有理由。星期一，老方突然神秘兮兮地跑到我办公室：“我最近要消失几天。”“干啥？咱们这个项目还没结束呢，你别搞我啊！我自己可对付不了那几个客户。”老方见我紧张，扑哧一声笑了：“我不消失就没有好瓜吃。丁佩然来咱们公司了，今天刚入职，在景望路的办公点。这人一旦有了吃瓜的心态，也是疯癫的。老方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我瞪大双眼看着老方，老方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中国话，但组合到一起，我真没听懂。后来在老方的耐心解释下，我才知道，景望路那边的负责人是个新来的，陈彪假借老方的身份，让丁佩然进了公司。陈彪这人也是聪明的，景望路那边自从建立了分公司，老方就从来没去过。所有员工也都只知道公司副总姓方，没人见过。两个公司又是完全不同的管理系统和业务方向，根本没有交集。说实在的，我都不曾去过。利用老方的身份把丁佩然安排在景望路，绝对没人戳穿陈彪是假的老方。至于刘慧慧和老方的关系，我想刘慧慧肯定也有完美的解释，不然丁佩然这个妈宝男肯定饶不了刘慧慧。但好巧不巧，丁佩然在入职1小时内就发了一张带有我们公司 logo 的工位的朋友圈，配文：“感谢方总给我展示自我的机会，我一定不负所望。”老方刚离开不过3分钟，另一个吃瓜人在我办公室门口冒出头：“你知道吗？丁佩然他和方总有关系。”来人正是我的助理小小。当初我们和丁佩然所在公司合作时，他见过丁佩然，也知道我和丁佩然关系不错。呵呵，你知道的还挺快啊。我也没明说，这件事现在错综复杂，我说的越少越好。真没想到他都能攀上方总，看来不是亲戚就是亲戚。老方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在工作上更是不近人情，所有人的晋升都靠能力，唯独出了这么个丁佩然。你知道就行了，小心老方拿你开刀。我故意吓唬小小，也是不想让这件事传到总公司的人耳朵里，再打草惊蛇。小小冲我吐了吐舌头，缩着脖子离开。不知道刘慧慧是怎么在这2个男人之间周旋的，反正丁佩然成为景望路分公司的商务部门的小经理。我们公司在行业内也算数1数2的，自然比他之前的公司要强上百倍。虽然之前我对丁佩然是带着滤镜，但我也清楚，以他的资历和经验，这个小经理他有点难胜任。这期间，我和老方的项目也到了关键时期，对丁佩然的关注少了很多。就在项目庆功的前几天，我接到了孙桂芬的电话。哟，还接我电话啊？听说你傍大款了。我以为你离了我儿子能多厉害呢，不也成了别人的玩物？孙桂芬一上来说话就恶毒，她的电话我早拉黑了，这是又换了新号给我打的。我刚想挂断，孙桂芬继续说：“当初是你不嫁给我儿子的，以后啊，你想高攀我们还看不上呢，你知道吧？我儿子将来是陈生集团的老总，我记得你就在那上班啊，到时候我儿子第一个开除的就是你。”我把手机离开耳朵，看了一眼，确实在通话中。孙桂芬这话让我感觉我大白天做梦了。哼，等着吧。我被孙桂芬搞得一脸莫名其妙，真是晦气。刚把电话扔到一边，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我以为还是孙桂芬，看都没看，直接挂断。随后电话再次响起，
我这才看了一眼，是老方。老方来电是确定庆功宴的时间。我想了想，还是把丁佩然的事从头到尾全告诉老方。毕竟现在丁佩然的行为已经开始影响公司，他在分公司的一举一动也多多少少传到了总公司。毕竟陈彪打着老方的名声，丁佩然也一改低调的行事作风，生怕没人知道他和老方的关系。而且我还听说，丁佩然打算后天到老方家做客，还叫了几个部门员工。后天正是我们办庆功宴的时间。老方听完我说的，连连叹气：“你说你业务能力这么强，怎么看人能这么走眼？恋爱脑啊！”老方打趣着我，自然我也不能反驳。行吧，那就玩把大的。老方将我们庆功宴的时间提前了一天，告诉我打折就要打7寸。就在我们准备出手那天，老方当着我的面给陈彪打了一通电话：“陈儿啊，我这2天都不回家了，车也要保养，你帮我费费心啊。”因为是公放，隔着手机我都能听到陈彪雀跃地答应着。挂断电话，老方突然贱兮兮凑到我面前：“你那个丁家家规给我看看啊，我也学习学习。”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还真有电子版的。我从手机中翻找出来，递给老方。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丁佩然是不是叫爱新觉罗丁啊？老方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其实要不是这件事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可能我比老方笑得还起劲。走，开你的车，咱们先吃顿大餐，晚上看出好戏。老方特意让我开上自己新提的宝马，吃完饭也不着急出现，将车停在老方家附近的一处隐蔽之处。老方家是独栋小别墅，平时不工作时就养养花、养养鱼，一点也不符合他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在这个位置，刚好能看见老方家的大门和2楼的一角，但对方看不清楚我们。很快，我就看见老方的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陈彪，后面坐着丁佩然和刘慧慧，还有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车都停好之后，一行人有说有笑地走进别墅。看丁佩然手里拿着的东西，他们应该是要在这里烧烤。行啊，这个陈彪还挺会享受，我住进来还一次没吃过烧烤呢。丁佩然在院子里忙前忙后，突然老方让我看2楼的窗户，隐隐约约能看见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刘慧慧玩得可真大，楼下是老公，楼上是干爹，牛啊！我心里不由得佩服。你说这么好一个场景，你那个前婆婆要是看到会咋样？果然还得是老方。我立马掏出手机给孙桂芬打去电话，告诉她今天她儿子见刘慧慧的爹，以后她儿子就发达了。在挂断电话之前，我还贴心地把老方家的地址告诉了孙桂芬。一切准备妥当，好戏就要开始。不过1个小时，孙桂芬就出现在老方家门口。此时所有人都在院子里吃着烧烤。孙桂芬站在大门口就喊：“儿子，儿子，快让妈进去，今天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叫我。”孙桂芬嗓门很大。丁佩然看见自己妈出现，有些惊讶，小跑着到门口：“你咋来了？赶紧回去！”哎呦，之前就没见过刘慧慧的家人，要知道刘慧慧家这么大本事，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你和江宇在一起。丁佩然听到自己妈妈的话，脸上更懵：“这都哪跟哪啊？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赶紧回去，回去我再和你解释。”孙桂芬哪里有那么好说服，见儿子不让自己进门，就对着陈彪的方向大喊：“亲家，是我啊，我是丁佩然的妈妈。”一句亲家，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
尤其是刘慧慧，那脸色比吃了苍蝇都难看。陈彪冷眼看了看刘慧慧，走到门前，打开了院子大门。你说你是谁？陈彪没好气地再次询问，可孙桂芬哪看得出眉眼高低，还美滋滋地跟陈彪解释：“我是刘慧慧的婆婆，刘慧慧是我儿媳妇啊。”陈彪的脸色明显不对劲，刘慧慧更是躲到了一边。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此时一直没说话的丁佩然突然站出来说：“方总，误会，误会，都是误会。我妈她年龄大了，都是误会。”丁佩然一脸诚恳地跟陈彪解释，但陈彪似乎对这番解释并不满意。那你说说，我是谁？你是慧慧的干爹，也就是我干爹。这么多年，谢谢你照顾慧慧，以后我跟慧慧肯定好好孝顺你。此话一出，陈彪勃然大怒，转身就给了刘慧慧一个大巴掌。几个同事知趣地退到角落里。见陈彪打了刘慧慧，丁佩然急了，上前就护住刘慧慧。你怎么还打人啊？她都怀孕了，你知道吗？听到怀孕，陈彪更生气了。这陈彪本就5大3粗，力气又大，连着丁佩然和刘慧慧两人一起揍。一旁的孙桂芬见宝贝儿子被打，哇呀呀的就冲了上去，一把挠花了陈彪的脸。我一脸兴奋地看着，这简直太精彩了。刘慧慧突然抱住陈彪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道歉，这下可把丁佩然和孙桂芬两人看傻了。只听刘慧慧哭着说：“老陈，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什么？我的？陈彪仰天大笑。丁佩然和孙桂芬两人还没反应过来，刘慧慧就被陈彪一脚踹在肚子上，飞出老远。随后，刘慧慧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嘴里还说着：“老陈，你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对你才是真的，而且我和丁佩然什么都没有。”丁佩然一脸难以置信，冲到刘慧慧面前，揪住刘慧慧的衣服：“你这干爹是哪种干爹？”我听到这都觉得好笑。丁佩然，你也有今天？孙桂芬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嚎着：“走，该我们出场了。”老方开门下车，一气呵成，我跟在老方身后。陈彪还对着刘慧慧破口大骂的时候，余光突然看见了老方的出现。刚刚还不可一世的样子，一瞬间就像瘪茄子。老方饶有兴趣地看着陈彪，丁佩然第一眼就看到了我，但他此时也根本顾不上我。陈彪，要不要跟大家也说说你是谁？谁？陈彪。刘慧慧和丁佩然几乎同时喊出声。刘慧慧推开身边的丁佩然，声音有些颤抖：“你不是老方？”陈彪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也没了之前嚣张的气焰，一脸尴尬地看着老方，根本没听刘慧慧在他身后鬼叫：“方总，您怎么突然回来了？听我解释，不是你看到的这样。”陈彪走到老方面前，哈着个腰，一脸谄媚和讨好：“我才懒得管你这乱七八糟的事儿，我就想知道谁允许你带着这些人来我家的？这都是什么？”老方这个人平时在我面前很少板着脸，和我们相处也没有领导架子。不过此刻他阴沉的脸和气愤的口气下的那种威严，确实让人害怕。我都不自觉往后退了一步。方总，给我5分钟，我给你恢复原样。陈彪话音刚落，转头一把扯起地上坐着的刘慧慧，大骂着让她滚。孙桂芬眼珠子一转，连滚带爬地扑到老方腿边，哭嚎着让老方给她做主。丁佩然面露尴尬，陪笑着一边抱歉一边拉扯自己的母亲，整个场面乱作一团。
刚刚还躲在角落里的几个同事，生怕影响自己的工作，早溜之大吉了。突然，刘慧慧像反应过来什么一样，用胳膊擦掉脸上的泪水，冲着我说：“是你，是你对不对？你早就知道陈彪是假的，你就是故意让我难堪是不是？”刘慧慧此话一出，丁佩然和他妈也瞬间将矛头指向了我，对着我破口大骂。我只听见这世间最难听、最恶毒的话语都骂在了我身上。我冷漠地听着他们骂，慢悠悠地开口：“有骂我这功夫，你还是问问你的好儿媳，刚刚在2楼跟她干爹亲热的开心不开心？也问问你儿子，到底这绿帽子应该谁戴？”我的话彻底让眼前的几人崩溃。这一切罪魁祸首不是我，而是刘慧慧自己。她倒好，还想攀咬我一口。要是没有她，我大概率这辈子都不会见到丁佩然和他妈。陈彪眼看局面愈发混乱，看着刘慧慧恨不得杀了他，对着刘慧慧一顿暴打。之前还想护着刘慧慧的丁佩然还不忘咒骂着：“滚！别在我这打人！”老方也怕闹出人命，毕竟这是他家，怒吼一声。随后，陈彪拉扯着刘慧慧的头发，将人拉扯出院子。丁佩然和他妈妈还愣在原地，看着他们这副样子，我这心里别提多痛快了。很快，丁佩然母子被老方赶走。临走，丁佩然还一脸不屑地看着我：“你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是什么样，还轮不到你来评价。”后来我才知道，刘慧慧的这盘棋下的有多大。早在3年前，刘慧慧就跟陈彪在一起鬼混，看陈彪是大老板也没结婚，就想当上阔太太。但陈彪一直都没要娶刘慧慧的心思，刘慧慧就想要个孩子，母以子贵。可不管怎么努力，就是怀不上。实在没辙的刘慧慧就打起了借种的事。好巧不巧接到丁佩然的电话，尤其是在得知只要生了男孩才能领证结婚的要求，立马点头答应。这天大的好事竟然让他遇见了。刘慧慧就打算这边怀上丁佩然的孩子，再一脚把丁佩然踹了，转身带着孩子嫁给陈彪。至于把丁佩然弄进公司，那也是因为刘慧慧贪心，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两边都想要钱。在丁佩然面前摆谱，也是为了压孙桂芬一头，谎称自己家有实力，从小就认了干爸爸，有的是钱，对陈彪介绍丁佩然是自己的远房亲戚。总之就是两头骗，眼瞅着怀孕了，自己找机会踹了丁佩然。没想到陈彪却是个假的，之前那些奢侈品基本上也都是高仿。据说在当天，陈彪把刘慧慧打个半死，不仅流产，整容脸也被打成猪头。后来陈彪被抓进去坐牢前，放下狠话，出来的那天就是刘慧慧的死期。刘慧慧吓得当晚就收拾东西想逃，结果闯红灯被泥头车给撞了。至于丁佩然和孙桂芬，我原本以为他们家出了这么丢脸的事，肯定夹起尾巴做人，没想到这家人恶心到了极致。半个月后，全公司员工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里面是关于我和老方不正当关系的举报信，最下面还配了一张我俩的隐私照。好家伙，这 P 图技术还真不怎么样，我什么都没做，自然身正不怕影子歪。但不明真相的同事哪里管这瓜保不保真？再说平日里我和老方我俩确实走得近，不过一个上午，这点谣言被传得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不出意外，我和老方都被大老板喊去了办公室。大老板在看到邮件的第一时间就买机票出现在公司，可想而知这件事的影响力。
发邮件的人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丁佩然，但他咬死了不承认。可大老板也懒得听他辩解，直接将人给开了。本来他进来的也不合规，连赔偿都不用给。被我们公司开除的，想继续在行业内混很难。没办法，圈子就这么大，什么都瞒不住。这就好比人有了案底一样，他以后是别想在这圈里混了。面对大老板的质询，我和老方把整件事解释了一遍。大老板表示，虽然信我们，但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我和老方都得卷铺盖走人。出来后，老方还安慰我，没事，大不了咱们之后创业，这2年赚的也不少，躺平几年也不是不可以。话虽这么说，但也不能被丁佩然这么恶心。他不是想整我，让我丢脸丢工作，那我就让他们好好感觉一下丢脸丢到家是什么感觉。我跟老方要了那天院子里的监控录像，剪辑好，一份转发到网上，买通了好几个营销号，给我造势宣传起来。这种狗血八卦，自然有人爱看。有一部分我还特意用大数据的方式精准投放给丁佩然身边的亲朋好友，就连老丁他三叔家邻居的傻儿子，只要有手机刷视频都能看见。在视频里，我还特意强调，新时代的3从4德好媳妇就是这样做表率的。这还不够，我又买了几个词条的热搜：丁家家规逼疯儿媳，外出偷人；拿着家规找儿媳，却被儿媳戴绿帽。丁佩然家的丁家家规，除了视频，还有文章，更有丁家家规完整电子版分享。不过3天，这些消息四处传播，甚至传到了海外。江宇，是不是你？我看着站在公司楼下怒气冲冲的丁佩然，就感觉可笑。你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赶紧把那些视频删了，不然什么？不然你就杀了我。丁佩然可没陈彪那个狠劲，见我不松口，他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求我给他条生路，还说孙桂芬已经住院，现在人还昏迷不醒。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是死是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丁佩然也看出我的冷漠，知道无论怎么求我都没用。此时他才承认那邮件是他发的，承诺会承认污蔑我的这件事，并且公开道歉。我懒得理他，他愿意澄清就澄清，愿意道歉就道歉，反正我是不会原谅他。丁佩然在网上发了一篇文章，字字句句都是在骂自己，贬低自己。丁佩然的名声是彻底臭了。我和老方在这件事里也算洗白了，但大家的议论总要持续一段时间。半个月后，我得知了老方辞职的消息。他说要回村种地了，城市套路太深，他要躺平。反正这些年前他也没少挣，这辈子够花了。这也符合他的性格，几年前他就有这个打算，只不过一直没找到契机而已。我继续留在公司，坐在了原属于老方的位置上，毕竟我的能力摆在那。可惜丁佩然却从来没睁眼看过。他在行业内已经臭名昭著，找不到工作的他，染上了点不该沾染的东西，欠了一屁股债，直接丢下妈妈跑路去东南亚了。现在催债的整天找他妈孙桂芬的麻烦。孙桂芬被逼得直接脑溢血入院，没人照顾也没钱，最终孤零零地死在了医院里。骨灰放在殡仪馆，至今还无人问津，没能入得了他们老丁家那尊贵的祖坟。丁佩然依旧没有回来，当然，也许想回也回不来。你看，丁家的皇位可没人能继承了呢。第1个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听第2个故事。婆婆冲老公叫嚣，
家里有我没他，我甩房产证，那都滚，明天就离婚。婆婆冲老公叫嚣，家里有我没他，我甩房产证，那都滚，明天就离婚。醒来后，我急忙跑回家，生怕再晚一点，上一世不堪的往事就会重演。可当我赶到楼下时，婆婆正拎着行李，当着一大群邻居的面哭诉，她不让我回家，我老了不中用了，他们把我赶出去了。见到婆婆的举动，我立刻上前拉着她的手臂说：“妈，我们没有人让你走，你要是愿意，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随后，我小声在她耳边说：“妈，家丑不可外扬，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说什么说？我把房子让给你们了，你们好好过，我死不死都和你们没关系。”听着婆婆颠倒是非黑白的话，我的心都在滴血。可当着那么多邻居的面，我只能压抑着心底的情绪，冷声说出实情：“妈，我们没人赶你走，不是你自己要走的吗？你要是不喜欢我，可以有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可你别这么污蔑我好吗？妈，人言可畏，你想害死我吗？”婆婆被我说得心虚，眼神飘忽不定，但略微犹豫了几秒之后，还是朝着我理直气壮地喊：“算了，你们都是在骗我，就是为了我这点钱。”她眼睛滴溜溜转，反正我知道，你们根本指望不上。你去看看，现在哪有人和婆婆住的？吃也吃不到一起，住也住不到一起。说着，她又开始抹眼泪，同时还拿出手机给我老公侯伟打电话：“你媳妇要把我赶出家门，嫌弃我老了，嫌弃我没用。”我倒吸一口凉气，不明白她想走，为什么一定要找借口污蔑我。无奈地看了她一眼，我还是一个人回了家。只是这一次，我没有上一世那么蠢，没有割腕自杀。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因为我知道他只是想找借口离开家，他不会回来。晚上5点，我老公侯伟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怒气冲冲质问我：“林雨熙，你怎么回事？你就这么容不下我妈？我爸走得早，你明知道我和我妈感情很深，你为什么就不能多迁就她一点？我妈把我养这么大，我赚的钱全都给了你，你要是她心里能平衡吗？看在我每天累死累活的份上，你就不能忍忍她？”听着侯伟的话，我顿时心灰意冷。前世也是一样，每次我和婆婆有了矛盾，侯伟从来不会站在我的一边，他一定会火上浇油，雪上加霜。我看着妈宝级别的侯伟，心中无限悔意，后悔嫁给了这样一个只会对老婆发火的窝囊废。深吸一口气，无奈之下，我只能妥协，给婆婆拨了一通电话：“妈，今天是我不对，是我态度不好，这里是你的家，永远都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大门永远向你敞开。”手机另一端的婆婆支支吾吾说：“本来就是我的家，你们是住我的房子。”半个小时后，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婆婆怒气冲冲走了进来。进门，她就朝着我大吼：“我是为了我儿子。”我被婆婆的话说得不明所以，还以为她是想通了，自己家里的钱不能给外人，要帮帮儿子。没想到她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心若冰窟。她一屁股坐在床上，斜视着我：“这是我的家，我凭什么走？要走也是你走。”侯伟听见以后，立刻冷冷瞪着我：“没结婚之前一切都好好的，把你娶回来，这个家就没有一天安宁的时候。儿子，他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啊！”说着，婆婆气冲冲起身，推开窗子就上了窗台：“儿子，今天你给我个交代，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侯伟一见吓坏了，连忙朝着我摆手：“
我站在原地僵硬的好像石头，半晌才从怔愣中回过神来，原来我才是这个家里多余的那个。好，我点了点头，眼角没有一滴泪。我走，没有收拾行李，我直接推门走了出去。然而，就在我关门的刹那，婆婆却很麻利地追了上来，朝着我咒骂：“连个孩子都不会生，快滚吧！”走了之后，婆婆并没有安慰儿子，因为心烦，她去了楼下打麻将。而侯伟似乎也有些后悔，整整1天1夜都没吃饭，没喝水，也没睡觉。直到晚上，婆婆回家，见儿子心情不好，这才问了几句：“那个害人精走了，不是更好？以后这个家就安宁了。”侯伟第一次看着婆婆红了眼，那我怎么和我岳母交代？听见侯伟的话，婆婆身子一怔，终于不说话了。之后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可是我刚到单位，手机就响个不停。经理见我频繁接电话，有些不悦地问：“小林，又是你婆婆？哎，你怎么有个这样的婆婆？”我脸一红，尴尬到了极点，只能歉意地看向经理：“经理，对不起。”经理摇了摇头：“去吧。”看来他知道我又要请假了。毕竟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自从我结婚以后，整整1年时间，婆婆总有各种借口给我找麻烦。每次我上班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今天说处了个对象很甜蜜，不回来了；明天说处的对象打她，后天说处的对象想要我们家产，甚至还说她不想活了。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搞得我一个头2个大，不胜其烦。这一次，我依旧无奈地接了电话：“妈，有事吗？我在上班。”婆婆在手机另一端哭得撕心裂肺：“姑娘，你快回来！”“妈，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警惕地问。“老头把我钱花光了，把我赶出来了。”婆婆哭诉着。听着婆婆的话，我只好说：“好吧，你等我，我马上回去。”回家之后，我陪着婆婆一起去了她新找的对象家。好在老头不在家，我帮婆婆收拾了东西，又带她去买了菜，才陪着她回家。本想帮她做好饭就走，可谁知道婆婆趁着我做饭的时候接了一通电话，随后就变了脸色。她黑着脸，猛地推开厨房门，朝着我一通怒吼：“是不是你弄坏了老头的电视机？你拿东西就拿东西，为什么要祸害人家？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人，你这样做传出去，以后让我怎么做人？”我有些诧异，帮婆婆收拾东西的时候，她就在我旁边，我有没有弄坏人家电视，我自己还不知道吗？心里狐疑，不知道她这又是唱的哪一出。见我不说话，婆婆气急败坏，抓着我头发狠狠往茶几上磕：“你个丧门星，都是因为你，不然我家怎么会这样？我们以前好好的，都是因为你，你一来家里就没好事。”说着，她狠狠把我摔到沙发。侯伟他爸死得早，可他妈还没死呢。只要我不死，这个家就是我说的算。妈，你可别冤枉我。我帮你收拾东西的时候，你就在我旁边看着，我可没动人家电视。我惊恐地看着婆婆，缩在角落，极力反驳。可婆婆根本不听我解释，要不是你赶我走，老头没面子，怎么会把我赶出来？说着，她又开始哭，还掏出电话给侯伟7大姑、8大姨，全都打去电话，哭诉我的各种不是。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婆婆的侄女侯雪直接从侯伟那里要了我的电话号码，给我打了电话：“嫂子，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不管老人呢？不管老人那叫遗弃，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你要是再这样，我们就法院见。”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手微微颤抖，手机一下就掉落在地。可事情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到半个小时，侯伟的7大姑、8大姨就全部冲了过来。他们指责我没有照顾好婆婆，对着我好一通咒骂之后，还冤枉我挑拨了婆婆和老头的关系。我在一片骂声中哭得不能自已。可他们并没有想放过我的意思，口口声声要带我去法院。然而，最让我生气的还不止这些。婆婆居然给老头打电话，她直接拿着木头斧子冲到了我家，进门就好一通乱砸，口口声声谩骂：“侯淑芳，你说和我结婚，怎么又跑回来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耍我？”婆婆吓坏了，立刻说：“你不是说要我家产吗？”老头一愣，挥着手说：“我那不是气话吗？”说着，他目光扫向我，无比蔑视，无比冷淡。赶紧收拾东西，我帮你拿，跟我回去。听见老头的话，婆婆立刻就去收拾东西。我一脸疑惑，忍不住质问：“妈，你不是被他把你赶出来，不回去了吗？”婆婆哑然，半晌才说：“我想去哪是我的自由，你们谁也别想管我，谁也管不了我。”听见婆婆的话，我的心就像是有只大手伸进了心房，在心房肆意摸索半晌之后，狠狠一捏，心碎无痕。沉默了良久，看着婆婆仓皇收拾好东西，我才冷冷开口：“妈，侯伟不在家，你就这么走了，我没办法和他交代。要不，你给我写个保证书。你既然决定要和他走，那你们就好好生活，以后别来回折腾了，你看行不行？”听见我的话，婆婆一下就不说话了。倒是老头理直气壮，写就写，给我拿笔和纸。我给他写。话音落下，他自己在我家肆意翻找，潦草地写下一封保证书，带着婆婆消失在了我的视线。结果，当晚侯伟就冲到我娘家，站在我妈面前大吼大叫：“我妈到底哪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让她受那么多委屈？”我妈被侯伟问得一愣，随后疑惑地看向我：“林雨熙，到底怎么回事？”无奈之下，我只好委屈地把这些事情全盘托出：“妈，我婆婆就是想走，还要找个合适的理由。”我妈一听，瞬间明白了。我看见我妈失望的样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妈，我想离婚，我求求你。”我妈犹豫再三，还是开口劝道：“咱们是根本人家，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我不同意离婚。再说，你是和侯伟过日子，又不是和他妈过日子。以后日子长着呢，只要你安守本分，时间能证明一切。”听到我妈的话，我左右权衡，最后还是决定给侯伟一次机会。最终，我还是跟着趾高气昂的侯伟回了家。谁知道，我们刚到家，就看见他表哥怒气冲冲站在楼下。他一双眼睛紧紧瞪着侯伟，说话明显夹枪带棒：“侯伟，我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虎毒不食子啊！你怎么忍心把你妈赶出去？你忘了小时候是谁把你养大的了？忘了这么多年她的好了？”侯伟没说话，拉着我就上了楼。结婚以来，那是唯一一次他让我觉得像个男人。可惜天不遂人愿，本以为婆婆这次走了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谁知道没几天，婆婆又给我们打电话，说是被赶出来了。我一想到婆婆身上肯定没钱，于是告诉侯伟，给婆婆拿些钱，让她去租个房子，或者自己再找个地方吧，不然她这么来回折腾，这个家迟早要散。侯伟叹了口气，还是听从了我的安排。当天，侯伟回来的时候就告诉我，我妈说了，她不去养老院，也不想回家，她说家里让她伤心了。
我脑袋嗡嗡炸响，那他准备去哪？侯伟低着头，声音很小地说：“我妈说她有退休金，想再去找个地方当保姆，到时候能多赚点钱，以后咱们有孩子也能帮上忙。”我乍一听，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婆婆一把年纪，终于成熟了。可后来我怎么想，都觉得事情不对。不过，碍于我只是儿媳的身份，并不想干预太多，所以还是点头表示了然。第二天一大早，侯伟拉着我说要送他妈过去雇主家里。我没反对，跟着侯伟出了门。本以为是相互成全的事情，结果当天又出事了。我们刚到雇主家里，雇主就说了要求。总的来说很简单，就是照顾2个老人的饮食起居，按时做饭就可以。当时我觉得辛苦，还给婆婆递去眼色，可是却被她狠狠瞪了回来。好吧，既然她愿意，我们也没办法，只能顺从。双方聊好要求之后，我就和侯伟出了门。结果我们刚出门，我就听见里面传来婆婆的嚎啕大哭。我儿子不孝顺，他只听我儿媳的。我儿媳是坏人，把我的钱花光了，占了我的房子，不给我养老，还把我赶出来了。我要是不当保姆，就没地方住，我没有房子，没有钱。我脚步微顿，怒气冲冲地想回去解释，但侯伟却红着眼睛，好像拎小鸡一样，把我连推带搡推进了电梯。我妈就算又再多不是，也毕竟养我这么多年。我不允许你在外人面前说我妈的不是。看着强势的侯伟，我仅剩下了无声的哭泣。砰！这时，婆婆雇主家的房门被人打开，里面的人把婆婆的包包好像丢垃圾一样丢了出来。接着，我就看见婆婆红着眼睛，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低着头走了出来。回家的路上，婆婆就叫来了侯伟亲戚，当着亲戚们的面，连哭带嚎，哭闹着说不想活了。她不顾任何人劝阻，径直朝着马路中央走去，看见车就往上面撞。吱！私家车一辆辆停下来，有的用惊诧的目光看向她，有的放下车窗就开始骂：“你他妈活够了！”婆婆哭着嘶吼：“对，我就是不想活了，你撞死我吧！”见到这种情况，我只能和侯伟上前拉住婆婆，不停地给私家车车主道歉。好不容易把婆婆从马路中央拉回来，结果侯伟家的亲戚又生气了，他们愤怒地瞪着我，最终要求我把婆婆接回家好好伺候，还要求我把工资卡上交。他们说，只要我这样做，他们就不为难我，否则就让侯伟和我离婚。接着，他们就开始推搡我，让我主动给婆婆道歉。我感受着侯伟家人们的嘴脸，心如刀绞，终于明白上一世的自己为什么那么想不通会自杀。可现在，我早就不是从前的自己了，我不想让过去受的伤害影响我这一世。既然我一味的忍让换来的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那我就应该用响亮的耳光狠狠打回去。啪！心中怒火中烧，我一巴掌朝着侯伟狠狠扇了过去。侯伟身子一怔，明显被我的举动震惊，可是他没有动，依旧怔愣地站在原地。啪！我抬手又是一巴掌狠狠扇了过去。啪啪啪！不等他做出反应，压抑了2世的情绪被我全部发泄了出来。侯伟的脸一下就出现明显的手指印记，他低着头怒吼：“打吧，打，接着打！”好，我气得不行，点了点头，这是你自己要求的。啪啪啪！我没有给他任何余地，当着他所有亲戚的面，接连的耳光响彻周遭。我打完侯伟之后，婆婆最先冲过来，我没给她机会，狠狠瞪着侯伟，声色俱厉：“
侯伟，我6岁就认识你，可你从来没和我说过，你妈这么不分青红皂白。我已经为你付出了全部，可你却骗婚。你们不就是想用离婚拿捏我吗？告诉你们，我不怕。这婚我离定了，就算你们不想离，我也不同意。侯伟家亲戚们听见我的话，全都愣在了原地，沉默不语。看着他们的表情，我一声冷笑。原来他们所有人都知道婆婆是这种人，只有我不知道。他们全家为了掩饰婆婆的恶行，居然只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这一刻，我终于懂了，我到底是嫁给了怎样不分善恶的一家人。侯伟的家人似乎察觉我看清了什么，无奈的目光全都看向了婆婆。婆婆受不了那种异样的目光，哭着跑开了。这一次，没人再追她，倒是所有人全都反过来劝我：离婚是大事，你还是要和家人商量。不能离婚，说什么也不能离婚。人和人在一起都是缘分，是命中注定，打打闹闹很正常，离婚可不行。我没听清侯伟的亲戚都说些什么，只是快步朝着娘家的方向走去。侯伟吓得不轻，一路跟在我身后，不敢出声。大约他也只是想用离婚威胁我，没想过真的和我离婚。那天回到家之后，侯伟和我妈说了很多好话，哄得我妈很无奈，只能劝我跟他回去。我深深叹了口气，最终还是决定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终于，这次在我和侯伟回家之后，婆婆消停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平淡无奇却又温馨的生活终于来了。可就在某天我上班的时候，侯伟忽然给我打来电话，他的声音显得很胆怯，似乎有话想说，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很疑惑地问：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侯伟沉默半晌，声音很低：我妈回来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猛地一沉。原来我想要的平淡的生活，在这个家里却是一种奢望。一声冷哼，我双眸黯淡，回来就回来吧。如果婆婆能安心和我们一起生活，其实也未尝不可。我只是担心她还像以前一样，让外人把我们一家人全都当成了傻子。那天下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浑浑噩噩完成工作的，只是回到家就看见侯伟脸色很难看。刚进门，他就红着眼睛朝着我怒吼：林雨熙，我真是小看你了，我妈把我养大不容易，你就这么容不下她？你是担心这个家散不了吗？说着，他把一份情书狠狠摔在我脸上。他直视着我，眼眶猩红：林雨熙，这是你伪造的情书吧？你有什么目的？就为了赶我妈走？我看着散落在地的情书，微微一怔，还以为他想冤枉我。可后来我才听明白怎么回事。原来婆婆回家就证明和外面的老头断了联系，可家里突然多了一封情书，侯伟以为是我伪造的，想把婆婆推出去。我冷笑着看了眼情书：侯伟，我跟你青梅竹马长大，从来不知道我在你心里居然是这种人。要是不想接受你妈，我大可以直接说出来，我也可以回娘家，完全没必要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说完，我叹了口气，继续说：算了，我也看出来了，这个家根本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太累了，不想计较了，我们离婚吧。听到离婚2个字，侯伟一下就怒了。他猛地站起身，冲到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林雨熙，我为了你得罪了所有亲戚，你敢和我离婚，我杀了你！这时，婆婆正愣看向侯伟，随后若无其事地说：这封情书不是林雨熙写的，是老头写的，他让楼下邻居给我的。他怯懦地看向我，
我不想看她都写了什么，随便扔窗台上了。婆婆在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眼神明显带着炫耀，意思就是我们对她没有老头对她好。我的心猛地一揪，当即明白了原委，她想回去。可侯伟似乎还没明白婆婆的意图，转头气愤地看向婆婆：“我把你赶出来了，你还收她情书干什么？撕了！”婆婆一愣，拿起情书像看宝贝一样：“撕了干嘛？我这辈子还没收到过情书呢，先放着吧。”侯伟愤恨难平，都已经分手了，还联系什么？送什么情书？说着，他猛地起身，一把夺过婆婆手里的情书，撕得粉碎。见到这一幕，我心中一阵舒爽。原来婆婆是想和我炫耀老头对她很好，从而让我交出工资卡。谁知道阴差阳错惹怒了侯伟，自食恶果了。侯伟起身的时候，眼睛都红了，狠狠瞪着婆婆，那眼神好像要吃人。婆婆被吓得脚步接连朝后退去，明显心虚。我看着两个人，嘴角勾起戏谑：“侯伟，你不是说你爸去世的早，你妈一个人把你养大不容易吗？那你怎么还当着我的面用这种口气和你妈说话？我看你就是个白眼狼，没良心！”侯伟被我的话激怒，狠狠瞪了我一眼，示意我闭嘴。可我偏不，我猛地上前，仰起头对视着他：“干嘛？还想打我？”我看向婆婆，故意装作很害怕的样子，捏着嗓子委屈巴巴地说：“妈，你看侯伟凶我。”婆婆听到我的话，忽然就笑了。毕竟她的目的是想离开我们，所以只要有人发火，就能证明我们对她不好。所以只要我们吵架，她还是肯做个顺水人情。她仰起头，看向侯伟，凶巴巴地说：“怎么的？你还想动手啊？女人嫁给你是享福的，不是跟着你吃苦的。”侯伟气得咬牙切齿，最终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看着他们的样子，我心里一阵想笑，真解气。当初他们就是这样欺负我，把我心底最后的防线压垮，一步步坠落深渊的。婆婆转身离开后，我看着侯伟，眸中没有一滴眼泪，平淡地说：“侯伟，我们离婚吧，我是认真的。感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以后没有我的生活，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当然了，你有权利不同意，但就算你不同意，我也会走司法程序。”留下一句话，我转身离开。侯伟因为婆婆的事影响工作，被调动到了辛苦又不赚钱的岗位，这还是看在他在单位工作了10几年的份上，否则领导一定会开除他。之后的一段时间，侯伟就像是变了个人，很少说话，脸上也看不见笑容，整个人都表现得很抑郁，整天都在玩游戏，似乎想用这种方式逃避现实。至于我说要离婚的事，他好像早就忘到了九霄云外。几天以后，侯伟一改之前的颓废，下班回来会买菜，也会亲自下厨，信誓旦旦地向着婆婆保证：“妈，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工作，好好珍惜这个家，我是男人。”随后他又看向我说：“老婆，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会努力给你最好的一切。”说着，他红了眼眶，蹲在我面前，紧紧攥着我的手，声音颤抖地问：“老婆，别离开我好吗？我不想离婚。”侯伟的话，我并没走心，担心是男人的谎言。倒是婆婆很高兴，笑得很开心，我就知道我儿子是坚强的，任何事情都打不倒我儿子。说着，她笑眯眯去了厨房：“今天妈亲自下厨给你们做饭，一会下楼打麻将，好好夸夸我儿子。”那一晚，侯伟大快朵颐，时不时还看向我，
示意她心里也有很多无奈。可我只是默默地看着她，希望她能说到做到，希望她能撑起一片天，遇到婆婆的问题能够妥善解决。第二天，侯伟照常去上班，可他还不等下班就回了家，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原来他去单位找领导保证，说以后一定会好好工作，希望领导能看在他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份上，把他的工作调动回去。结果婆婆做的饭根本就没熟，导致她肠炎犯了，一直拉肚子。领导一看她这样，显然就是烂泥扶不上墙，直接拒绝了她的请求。侯伟被婆婆害得不轻，一肚子火气进门就想发泄。你昨晚给我吃的是什么？你是故意害我吗？你知不知道，因为吃了你做的饭，我差点连工作都没了。现在好了，你满意了。以后我每个月只有1000多的薪水，连家都养不起。婆婆脸色青白交加，但她还是反驳地说：我做饭怎么了？没有我做饭，你能长这么大吗？说着，婆婆就开始哭，我好心帮你们做饭，又是我的错，我做什么都是错，那我走好了。砰！婆婆说着，哭着摔门而去。看着婆婆的背影，我就知道一切不过是她顺水推舟罢了。其实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至于侯伟，只不过是她的一个借口罢了。大约她以为坏肚子回家不满的人会是我，可她怎么都没想到，因为她的私心，害的却是自己的儿子。自从这件事之后，婆婆果然再也没回来。过了很久，我才听说她和老头和好了，2个人不住在老头家里，去外面租了个房子。又是一段时间过去，我听说老头把婆婆赶出去了，婆婆一个人去了养老院。之后，侯伟说婆婆又找了一个新的对象，对婆婆也不错。可是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只是把婆婆当免费的保姆，不仅花光了婆婆的积蓄，还把婆婆给打了。婆婆承受不了打击，一下就住进了医院。到了医院才知道，已经是宫颈癌晚期。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还以为婆婆又想作妖，骗我们怜悯她，照顾她。可后来我才知道，这一次她没有说谎。陪着侯伟一起去医院的时候，我看见一向趾高气昂的婆婆插着输尿管，一脸惨白地躺在病床，心情无比复杂。她能有今天，全是她咎由自取。要是她能和我们在一起好好生活，怎么会被人骗光了钱财？怎么会急火攻心？怎么会被人祸害成现在这个样子？有些时候我也很诧异，她是真的不知道谁才是她在这个世界最亲近的人吗？为什么总是要伤害最爱她的人？可这一切不就是她曾经种下的因，所以才得的恶果吗？看着躺在病床的婆婆，我的眼神无比平淡。妈，你好好养病。随后我看向侯伟，别怪妈，妈年纪大了，想拥有自己的生活本来是好事，她没想到会这样。婆婆听到我的话，原本不敢直视的眼神紧紧盯着我看，显然她心里有恨，那股恨在她心中永远都化不开。她牙齿咬得咔咔作响，拿起手机就给老头拨了电话出去，是你害我，你巴不得我死，你害得我家宅不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婆婆的手机声音很大，我清楚听见对方的怒吼。你自己乱花钱，江城的馆子你随便吃，钱没了关我什么事？我的钱也都被你花光了，我也被你祸害得不轻。婆婆愤懑不已，那也是你让的。告诉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去你骂了隔壁。对方咒骂了一句，直接挂断了电话。婆婆被气得不轻，一口老血喷涌而出。
随后，她的目光狠狠瞪着我，似乎有话却说不出来。七七化疗，婆婆一直住在医院。我让侯伟给她请了护工，偶尔过去看她。她每次看见我都会破口大骂：丧门星！自从娶了你，我就家宅不宁，连个孩子都不会生。你这种不会下蛋的母鸡，怎么不去死？我冷笑着回复：妈，我们的钱都给你看病了，哪有钱生孩子？你胡说！我有劳保，有医保，我没花你们的钱。你自己生不出孩子，还倒打一耙，你就是个牲口。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恶毒的女人，当初说什么也不会让侯伟娶你过门。面对他淬毒的眼神，无情的嘶吼，我只是平淡无奇地看着他，波澜不惊。七七化疗之后，再见婆婆依旧是在医院，医生说她日子不多了。得到这个消息，我并不感到意外。她总是换不同的男朋友，能有这样的结局也是情理之中。只是我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现在她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也算是对自己做的所有错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看着躺在病床奄奄一息的婆婆，我忽然想到自杀的那天。那时她明明知道我心情低落，应该回家看看我的，可是她没有。明明我还有救，可她却看着我无动于衷。她睁着眼睛，看着我手腕翻滚的血肉，看着我迸溅的鲜血逐渐滴落，直到失去了鲜活的生命。我妈心脏不好，承受不了打击，一下就晕厥了过去。可是她并没有联系医院，只是默默看着我妈倒在了地面，满眼冷漠。她的心里只有她自己，从来没有过我和我的家人。我在家里始终都是个外人，所以她不会善待我和我的母亲。好像她这样的人就应该遭到天谴，活该遭报应。之后的一段时间，婆婆天真的以为我会好像以前一样请假，到她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可我看着她瘦弱的身躯，麻木地躺在床上，并没有太多意外。我没有好像从前一样照顾她，只是给她换了个护工。那个护工眼睛滴溜溜转，一看就和婆婆是一种人。我知道护工对婆婆不好，经常虐待她，可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天都让她在无尽的痛苦中煎熬，让她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之后，我去楼下大爷大妈扎堆的人群，宣扬婆婆的各种行径。比如，她喜欢男人，不喜欢儿子，为了外面的老头可以连儿子都不要。比如，她会把外面的男人带回家，打我，打她儿子。比如，她可以把所有钱给外面的男人，却反过来找我们要钱。原本大家还不太相信婆婆是我说的这种人，可有些事情毕竟露出了蛛丝马迹。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了婆婆的为人。至于她现在的下场，更是没人愿意干涉。我时常会去看望她，可是我不会帮她擦身子，不会喂饭给她。我只是看着她，问她后不后悔。她深深陷入眼窝的眸暗淡无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看见她缓缓转过头，背对着我，默默流下了眼泪。可惜，事到如今，已经没人在乎她的眼泪了，也没人在乎她为什么会流眼泪。某天，侯伟单位终于不忙了，他风风火火跑来看他。我很久没见到过侯伟了，这段时间他总是躲着我，说是单位忙。我不知道他那个破单位有什么好忙的，大约是为了逃避某些现实，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婆婆看见侯伟，不停地哭诉这段时间的遭遇。她抱着侯伟的手都在颤抖，迫不及待渴望儿子能带她离开。可惜她却不知道，侯伟不是来接她回家的，他是来要她命的。刚看见侯伟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险些没认出来。平常爱干净的他，胡子拉碴，一双眼眸无比空洞，一副行尸走肉的模样。他来到我面前，喊着我的名字，我听着声音才认出是他，心中莫名一紧。我不知道侯伟怎么就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了。然而他一开口说出的话，差点没吓死我。老婆，能不能借我点钱？我实在活不下去了。你要是不帮我，我就死给你看。听他一说，我才知道，原来这段时间她没来看婆婆，是因为她觉得压力大，去了外面赌博。过程中还认识了个小三，两个人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在外面贷了不少款。本以为拆东墙补西墙，能安然度过难关，谁知道这个时候，她又被家里亲戚起诉到了法院，说她不管婆婆，告她遗弃罪。她已经把家里能卖的、能抵押全都搭了进去，结果没有钱了，小三也跑了。她走投无路，只好回来找我。我看着这个样子的侯伟，差点没吓死。我怎么都没想到，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人就会变成这副模样。我怕他对我做出过激的举动，只能敷衍他说尽量想想办法。几天以后，我回家收拾行李，结果侯伟回来问我要做什么。我说帮他卖东西筹钱。等我带着东西回了娘家，我才长出一口气。随后我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给侯伟拨了一通电话出去。侯伟，你知道吗？你原来带的徒弟现在都成厂长了，那不是你最妄想的岗位吗？可惜你连个边都没摸着。侯伟一听，一下就怒了，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你们女人都他妈一样。你不就是看我现在落魄了，想雪上加霜吗？我告诉你，老子要是不好，你也别想好。呵呵，我一声冷笑，你少威胁我。你现在官司缠身，欠了一屁股债，你敢对我不利，我就报警抓你。他听完我的话，牙齿咬得咔咔作响，隔着手机我都听得一清二楚。我笑了笑，继续说，侯伟，你不想知道你家人为什么起诉你吗？为什么？他脱口而出，你妈得了宫颈癌以后，我就给她换了故宫，她经常遭受虐待。他听了以后沉默了几秒钟，随后撕心裂肺的痛哭从手机另一端传来，那哭声很明显的让他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之后他问我可不可以给他换个护工，我说如果你有能力的话，我没意见。我知道侯伟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有能力去癌症晚期的婆婆。可惜有些事情还是超出了我想象的范围，她去看了婆婆。侯伟显然把她现在的遭遇全都怪罪到了婆婆身上。刚看见婆婆一双眼睛就变得猩红，她拉着婆婆的手，心中有千言万语，却全都化作了无言。婆婆拉着她的手，不停地哭诉，说这段时间遭受了虐待。可最后侯伟还是红着眼眶甩开了婆婆的手臂。看见儿子走远的背影，听着他摔门的声音，婆婆哭得痛不欲生，直到哭干了眼泪，痛不欲生，满眼仅剩下了不甘与绝望。半夜，护工和婆婆正在睡觉，忽然就听见悉悉索索的声音，本以为是婆婆出了什么事，可等护工起身才看清，原来是侯伟瞪着凶狠的眼睛，死死掐着婆婆的脖子。他像一头饿狼一样，眼眸猩红，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是你，都是你，要不是你那么蠢，怎么会被人邻居们嘲笑？要不是你离不开男人，我老婆怎么会受委屈？是你亲手毁了我的家，毁了我的一切。既然你已经癌症晚期了，为什么还要拖累我？你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去死，
去死！婆婆瞪着惊恐的眼睛，张大嘴巴，直到没了气息。这件事，我也是后来在警察局才知道的。显然，侯伟因为故意杀人，也被送进了监狱。我趁着这个时候找了律师，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一开始的时候，侯伟还不同意，可是半年时间一到，法院自动判决离婚。最后，一切的事情似乎都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婆婆自食恶果，侯伟进了监狱，而我好像一只被束缚了双翼的小鸟，终于冲出了牢笼，尽情地翱翔。经历了这一次失败的婚姻，我瞬间成熟了不少，一下就变了个人。我时刻保持着警惕和冷静，清楚内心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时刻提醒自己，遇到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坚强。拖着行李，我走在漫无目的的人生旅途，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明。我要远离那些令人窒息的感觉。我要全心全意投入新的生活。我要好好爱自己，好好珍惜爱我的人。